父亲以重伤的代价猎得一头野猪，恶毒奶奶得知后却把所有的肉都分给二叔三叔家。我不服，便上门与他理论，他就叫上二叔三叔把我吊起来打了2个半小时。看着重伤的父亲和生病的小妹，大哥不惜孤身犯险进山打猎，最终死在了那冰天雪地中。父母得知消息后当场气死，后来恶毒奶奶把我送进孤儿院，还将年幼的小妹卖给个老光棍做老婆。多年后成为王牌特种兵的我打算回来复仇，却被他们设计车祸致死。在睁眼，我回到了悲剧开始的那一天。二哥，三丫好饿呀。三丫乖，二哥这就去山上打猎给你找吃的。山里已经死了几个猎户了，二哥你不要去，三丫不饿了。要是我没命回来，你们就烧一把纸给我。二哥，那你一定要安全回来。为了避免前世的悲剧不再发生，我毅然走上了那九死一生的白大肚山。这一世我要让家人们都活下来。身为特种兵的我，搜寻猎物是野外求生的基本技能。不出一会，就在一个草堆外找到了野鸡窝。刹那间，我整个人扑了上去，双手分别按住2只野鸡，接着用腰上绳子绑上野鸡的4只脚。看着野鸡窝里的20个鸡蛋，饿极了的我直接生磕了3个鸡蛋。我选择只带4个鸡蛋回去，其余的和野鸡都放进了陷阱里。只要有大一点的动物敢吃野鸡，那我就可以收获更大的猎物。此时夜色微微暗沉下来，家里人见我还没回来，自己了。母亲郭秀秀正在和奶奶于香兰争吵。你就是个恶毒的奶奶，你怎么能逼我家二成去白大肚山？那可是要死人的。你这赔钱货真是反了天了，是那贱骨头自己要去的，关老太婆我什么事？老大，我们快去白大肚山下喊一下二成，我的二成啊！妈，我也去。三丫，你不要去了，你今天都没有吃什么饭。呵，天都黑了，你们小心有去无回。我回来了，哥，扶我一下，我脚崴了。你今天没干活，没饭吃。我今天帮你做了2个人的活，你给我2碗粥，否则我明天不做事了。呵，反了天了，就1碗，爱吃不吃。母亲郭秀秀只能无奈地端着1碗粥，带着一家人回到了自己的小破屋中。二成啊，以后别去山里了，要是你有什么3长2短，叫我们咋活啊？二哥，你的口袋里装了什么？还是三丫最快发现，看你们一个一个的担心样子，我刚才装的没有受伤，而且口袋里是4个鸡蛋。二哥，我想吃。我拿去煮熟来吃吧。妈，咱们直接生吃吧，你们一个人1个，我刚刚吃过了。妈，咋吃呀？把鸡蛋敲碎，直接吸溜进嘴。妈，我想一会叫村长过来，我们要跟奶奶他们分家过。为啥？咱们得分家，分家后我们才能吃上肉。我在山里有2只野鸡，还有13个野鸡蛋，不分家的话，这些都不能拿回来。妈，我赞同二成说的，咱们不能认奶当奴隶使，咱们得分家。当家的，你说呢？必须分，太久没得吃到鸡蛋了。陈伯，我们家想要跟我奶分家，想托你给主持公道。早该这样了，那老于太太偏心的脸我都看不下去了。哎，那多谢陈伯了。听说你白天进山里了，下次切记要小心啊，命比钱重要。陈伯，我有分寸的，放心吧，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好，那走吧。妈，我们一家要分开担过。分家？陆老大，你一个废了的人，你有什么资格要分家？老于太太，我们家今天必须要分家。你个贱骨头，真是反了天了，敢这样跟长辈说话。你们别吵了，既然是陆老大要分家，我这个村长是来主持公道的。那这些碗给你们。我顿时傻眼了，分家我们连一个完整的碗都分不到。接着二叔便拿了一些破烂农具，二婶把老旧的布被子拿了出来，三叔三婶把半袋的玉米参和1袋干酸菜拿出来。这是你们的被子，这是你们的粮食，没有一点大米吗？大米那么金贵，怎么可能分给你们？妈，你不能这么偏心吧？那些碗全是破口的，农具也是不好的。你们要分家，总不能一点亏都不愿意吃吧？要不然就别分家。必须分，这些东西就这些东西，要白纸黑字写清楚。老于太太，你也真是的，一个好碗都不给老大家。是啊是啊，你好歹是他们的亲妈。是他们自己要分家，还怪我分的不好，那你们招到家里给你们当儿子去啊。妈，您放心，以后东西我会添置，你就让爹签字分家吧。妈，让爹签了字，分开过，我们也能吃上饱饭。寻风，你签吗？我签。陆寻风毫不犹豫的在上面签了字，他的眼里还带了点兴奋的光芒，因为我告诉了他我在山上做了陷阱，如果顺利分家，他今天晚上就能吃上肉。村长保留了分家的文件，他正欲走的时候，我立即追上。村长，您家里是不是有猎枪，还有一个手电筒？你这臭小子是不是想见？村长真是太懂我了，我要是猎到猎物了，保准让你有下酒的肉菜。头戴手电筒和猎枪可以借你，但是子弹只给你3枚。行，3枚就3枚。村长说的是给3枚，不是借，我记住了这个人情。接着我送村长离开，而老于太太狠狠地瞪了一眼郭秀秀。嘿，败家的玩意，你从今天起不准在我的厨房做饭。老大，我们去后山坡上弄一点干柴和回来。好，妈，你在家，我自己去。大哥陆燕看到我为了生活拼命，他也不甘落后，干活更卖力了。
此时二叔家的媳妇郑慧在厨房里洗锅碗，一边洗一边偷吃猪油渣，连吃了好几口。这时看到陆燕刚好从后山坡弄了干柴回来，顿时生出了个算计的心思。老大呀，你帮二婶把这柴搬到我们厨房去吧。行。陆燕正准备帮忙把柴搬进厨房，突然想到我跟她说的防人之心不可无，于是就把柴放在门口。你们的厨房是放油盐的重要地方，我就不进去了。这也没事吧，你就帮二婶送进去了。不了。陆燕，你站住！二婶，什么事？你为什么要偷吃我家的猪油渣？二婶，我可是连厨房的门都没有见过，怎么偷吃？妈，你看少了很多，我亲自抓住他偷吃的，你看他还不承认。你这贱苦头，都分家了还敢偷吃老娘的猪油渣，竟还敢不承认？不是我吃的，我为什么要承认？妈，您看，你这大孙儿可凶着脸，吃了也不承认。那你为什么出现在我们的家厨房门口？是二婶叫我帮忙把这些柴火搬进厨房的。那你就是进了厨房了，真是个贱骨头，还说不是你吃的。我真的没进。你就进了。我没有。你进了。你干嘛？哎呦！老大怎么了？二婶冤枉我偷吃猪油渣。黑心二婶偷吃家里的猪油渣，怕被恶毒老于太太发现，于是便设计诬陷是我大哥偷吃的。老实的大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狠毒的老于太太更是对大哥恶语相加。但我只是略施小计，就让这两个恶人自食恶果。找个鼻子灵的人来闻就知道了。我鼻子灵，让我来闻。好小子，那你闻闻看燕大哥嘴里有没有猪油渣的味儿？行，我闻闻。我燕大哥的嘴里一点肉腥味都没有。二婶，该你了，让孩子闻闻你的嘴。闻就闻，我身正不怕影子斜。郑慧一脸得意，她刚才漱口了2回，觉得肯定没肉味。小孩凑近一闻，是肉，还是猪油渣的香味，他的牙缝还有一点肉末。好啊，我说我的猪油渣经常莫名少了，原来都是你这个贱人偷吃的。妈，我错了，别打了。现在偷猪油渣的人找到了，老于太太，你是不是得跟我大哥说声对不起？真是到反天罡了，我是他奶奶，呵。慧儿，你也真是的，非要陷害那一家人，你就不能说是三弟妹偷吃的吗？我哪知道那一家人那么不好惹，我都让妈打了，你还怪我？我还不能怪你，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那他们都分家出去了，我觉得欺负一下也没什么。你没看到那陆程背着枪，腰间还挎有刀，你就不怕他给你嘎一刀吗？那我赶紧过去给陆燕道个歉，让陆程不跟我计较。走走走，现在就去。这个二婶真是个黑心人，我好心好意帮她，反而被她陷害。以后二婶要是来借东西或是做什么事，都得防着她一点。这不是让你去道歉吗？怎么回来这么快？嘿，我才不去呢，要去你自己去。败家娘们，你真是气死我了！慧呀，我跟你说，那个陆程背着枪进山里，又带了刀和打猎工具，你不想吃肉了吗？吃，谁不想吃肉啊？但就怕他陆程别有命进山没命回来。你现在不去好好道个歉，以后陆程如果带回来肉，你可别后悔。多少人进山都让野猪给拱死了，他陆程下场也一样。而此时大白渡山的陷阱里，一头野狼正在陷阱中挣扎了几下就没了气息。我赶到了陷阱旁边，把猎物一一取出来。这野狼的体格约有70斤左右，我也不敢在原地多留，把猎物隔了一个布袋子就背下了山。二成，你真猎到猎物了？是啊哥，你看。二哥，你真的带了猎物回来了，太好了。二成，你卖了野狼，先给你大哥说一个媳妇，爹对不起你，爹这身子怕是好不了了。你们相信我，我一定会挣钱给爹治好病和给大哥娶媳妇的。我也进山去打猎，不能让二成一个人打拼。大哥，你千万不能进山冒险。我敢进山，是因为有人教过打猎。这段时间你就在家照顾爹先。行，那我来处理野狼吧。妈，你看这野鸡如果能养活了，就让他们孵小鸡，那以后可就有鸡蛋吃了。二哥真棒，以后我们天天有鸡蛋吃了。三丫，你以后负责照顾小鸡，这样可以天天收鸡蛋了。好咧，二哥。快吃，以后天天给我下鸡蛋。第二天，我走了2个半小时的山路，终于来到了县城集市上卖肉。瞬间就有几个工人和大嫂上前询问：“你这野狼肉咋卖？”大嫂，你看看要买哪一块，价格不同。那我要这狼排，你给我称2斤。好。
1斤1块5，2斤3块。哟，可不便宜啊！大嫂，猪排都要7毛1斤了，你也知道野狼多稀罕吧？行，那我买了。有第一个大嫂买了野狼肉后，周围几个工人大嫂都纷纷的围了起来，短短的1个小时就把整头野狼卖得干干净净。随后我买了一些猪肉和几个肉包子就赶回了家。三丫，快尝尝这肉包子。二哥，我能吃下2个。好，再给你一个。妈，是肉馅的。三丫，慢慢吃。妈，这里还有很多包子，晚上热了吃。把包子给家人后，我便拿着3斤狼腹肉去村长陈伯家以示感谢，顺便再跟他借几枚子弹。陈伯，这是3斤的狼腹肉，您晚上炖了吃。二成啊，这野狼是不是自己撞你枪口上了？我1发子弹都没有用，我是用2只野鸡把它引上陷阱的。你这小子真行，走，今天晚上不醉不归，跟陈伯喝一杯。好嘞，那就不客气了。对了，陈伯，我想跟您再买几发子弹。你又要上山打猎吗？不瞒陈伯，我有些打猎的本事，如果只是在地里干活，我有些不甘心。村长也知道白大肚山是要有猎人去打猎才行，这几年村里的庄稼都让野猪霍霍了不少，他身为村长也是头疼。这前10颗算是我代表村里的决定，送给你赶走野猪的。今年的庄稼能不能保收成，就看你的了。那后面10颗子弹呢？多少钱1颗？我买。二成，不是陈伯为难你，你要是做村里的公社猎人，能得到1个月10块钱的工资，并且我也能向上面申请到子弹，但是你得负责为村里守庄稼。得嘞，多谢陈伯，您就放心吧。我把猎枪背起，又把子弹挂在了身上，也算是接过了这个村里猎人的活。因为前几任村里的猎人都没活过任期的前3天，母亲郭秀秀得知后，知道自己儿子这是拿命在赌，她就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妈，我二哥当猎户不好吗？您怎么一直哭着？三丫头，妈心里难过呀。我在屋外听着母亲哭得肝肠寸断，但是还是下定决心要当猎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名正言顺的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很快，草丛里突然冒出一个猪头，我把枪对着他的猪头上就是一枪，领头的野猪轻松躲过，可他后面的那只野猪就没那么好运气了，吭吭几下就倒在地上。受到惊吓的领头野猪马上掉了头，带着一众的野猪呼呼啦啦的走了。听见枪声，村长就带了几个壮汉子匆匆赶来。我听到你开了2枪，你人没事吧？我没受伤，那野猪群跑了，我只打伤了一头野猪。在那野猪受了伤，生性凶猛，快请那个张屠夫过来。大家马上把野猪给绑了起来，扛到了村里。我则又提了枪往野猪走的方向追上去。到了和隔壁一凡村交界处，就看见一头野猪在啃食红薯。我二话不说，朝着野猪来了一枪。野猪只是受了伤还能跑，不过速度并不是很快。最终我把那受伤的野猪赶进了一个山洞中。为了让家里人能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天，我把受伤的野猪赶进山洞中。这样虽然危险，但是不会被村里人发现，因为在这个年代，猎得的野猪是村里的公共财产。今天我和野猪只能有一个能活着走出这山洞。我扛着野猪下山，直奔县城。因为是倒卖野猪肉，不能光明正大的去菜市场里卖，我只能悄悄找到了猪肉摊的汉子。哥，野猪肉你敢不敢收？兄弟，我能看看货吗？你跟我过来。兄弟，一口价260块，一共200斤，按市场批发价1块3毛1斤，你看怎么样？行，合作愉快。随后我在街上给家人买了一人一套棉衣，还有鸡翅，再打算买点糕点回家。小姐姐，给我来几斤的糕点。哎，大兄弟，这是家里办喜事吗？你要哪一种糕点呢？一样都来点吧。好嘞，那板酥和绿豆的最好，特别多人喜欢吃，我给你装多一点。老板娘的纤手细而白嫩，妥妥的风韵犹存，让我看得心里痒痒的。老板娘发现我一直盯着她看，也吓了一跳，我马上别开了眼。小姐姐，那个红豆的糕点也给我来几块。好嘞，这里一共13元。那给你钱。大兄弟，下次还来哦。放心吧，一定会常来的。我不敢多看那女老板了，因为前世一直当特种兵，还没来得及娶老婆就被老于太太设计车祸致死。再看老板娘，怕会影响到心。此时刚刚回到家，就看到虚伪的三叔假装送礼上门跟我拉关系。三叔，你这有事吗？哎，二成的，你守庄稼守得好呀，三叔这是来多谢你的。这些礼你拿钱去给你妈，村里守夜人这工作你要好好干哦。三叔客气了，那这东西我就收下了。陆巡言收紧了紧手，但还是拉不过我，他以为我会说礼物不用送了，让他拿回去。那成，没事我就先回去了。那不送了，三叔慢走。陆巡言，你礼品呢？爷，疼疼你放手。
哼，你这杀千刀的，那礼物是我准备给我娘家妈送的，你却送给了那一家人贱货。你也不要动不动就过，你可以把村里分下的肉送一半给你娘家吗？这肉也不多啊，你送给陆城那礼物可是做汤圆的白糖、黑芝麻、洗发水20袋呢。哎，你给你妈送肉也一样的。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才会嫁给你这窝囊废。三亚，快穿上试试。二哥，这是给我的吗？对，三亚快试试。哇，二哥，这鞋子真暖和。喜欢吗？三丫可喜欢了。随后哥哥和母亲也换了一套棉衣棉裤出来，哥哥整个人看上去帅气了许多。咱们每个人都有一套棉衣棉裤可穿了，剩下的棉花都用在弹棉被上面，这样以后睡的时候就不会冷了。妈，弹棉被的棉花我明天再买，你得给我们一人多做一套棉衣裤才行，就这一套不能替换的。这会不会太奢侈了？妈，不会的，你就做吧。行，就听你的，我家二成长大了，做是一套一套的。妈，后面在我们老房子旁边的地，给咱大哥修一个小房子，那大哥就可以单独出去成家了。二成，盖房子的事你不要操心，我自己来。大哥，我们是一家人，相信我，我们应该很快就能给你盖一个小房子的。妈，我跟你说，那个陆城真是个黑心人。你想呀，以前一家人没有分家时，他哪里打过猎？现在呢？不久前我刚看到他大包小包的往家里提着东西回去。呵，这个贱骨头翅膀硬了，不好拿捏了。我这个三婶自然吃不上他的什么好处，但是现在村里给他们家里分了双份肉，也不见陆城拿他的肉出来孝敬您。呵，这不是还没有到中午饭吗？我再等等。哎，那妈您慢慢等，儿媳的肉就放在这里了。三婶何桂梅也是对自己挺狠的，为了讨好老于太太，她又切了家里一半的肉提过来，所以她自己的家里的肉只有一小份。你个败家的玩意，你要让妈去拿捏那的陆城，你也不用自己的脑子想想，那一家人都分出去了，是谁能拿捏得了的？哼，反正送出去了，要拿你自己去拿，那是你妈，又不是我妈。陆巡言在小院里走了几圈，他还是没胆量去他妈手里拿回那一块肉，但是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哦爸，我跟你说，要不咱们也分家了吧？真的吗？那可太好了。只是这样，你以后早上就得自己起床做早饭了，你可愿意吗？愿意的，十分愿意。你要知道，我跟二嫂那三八一起做早饭，我处处不得劲啊，她还不乐意，我早就想分家了。得嘞，你同意就好，这样你假装打我一下，然后我就过去跟妈闹分家。来来来。妈妈，您这儿媳妇她太凶了。桂梅人不错，有给你生儿育女的，你忍忍就过去了。那您看看，我这耳朵都快让她拎掉了。哎呦喂，这个何桂梅下手这么重啊！这个杀千刀的死女人太狠心了，我的儿啊，疼不？老于太太一副心疼的样子，在柜子里小心的翻找了一会，找出一小盒的清凉油。来，用清凉油擦擦，可以好得快一点。那您再不给我们分家，我这得被他3天一小打，5天一大打吗？老三，你什么意思？你们也要分家吗？妈，桂梅早就想分家了，这才3天2头的打我，我一直不敢跟您说。这个贱人，要不我把他痛打一次，为我儿出气怎么样？妈，千万别啊！你知道我的儿子女儿也要妈妈的。老于太太看到老三那样的哭求，狠狠地捶了下桌子，桌子发出一声闷响。这个贱人真是反了天了，我还当她是个好媳妇呢，今天她还是第一个给我送来肉的，没想到她竟然这样对我儿，真是当我瞎了。那我去找她理论。妈，你别去了，不然我回去今晚连床都摸不上了。老于太太心里不舍得跟儿子们分开过，因为她年纪大了，如果没有分家，最少地里的活和吃喝都能有儿媳妇管。她现在后悔了，早知道当初对陆巡风那一家人好一点。不分家，除了这个，别的妈都能考虑。妈，凭什么老大家能开家，我们却不能？不能就是不能，没有为什么。妈，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们不依。对，我老二家也不依。随后就见到陆老二夫妻2个，还有何桂梅都从门口挤了进来。原来何桂梅早就猜到老于太太不愿意分家，她就去叫了老2家的一起过来偷听了。妈，我们都想分家。你们真是不懂，我这么跟你们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但那陆巡风他不是啊。女红军为了光荣使命，不惜把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托付给老于太太。谁知老于太太不只对孩子隐瞒身世，还从小对他各种虐待。好不容易熬到长大娶妻生子，没想到老于太太更加变本加厉，把家里的农活重活都给他一家承担，每天只给他一家最少的食物。现如今还想让自己的亲生儿子拿着当初遗留的信物去冒名顶替红军的孩子。事情就是这样的，这个是那个女人临走的时候留给陆巡风的。
说让他带在身上作为日后相认的凭证。妈，这个东西让我保管。不行，这个还是让我保管吧，谁知道你会不会私自去相认呢？你们千万不能去相认，那陆寻风的身上有一处胎记，那3个小贱骨头也有，听说与那位红色革命家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办法总会有的。在外面偷听的我又惊又气，心里下定决心，今夜一定去一趟老于太太的房里，拿回那个原本就属于父亲的信物。这老于太太真是个畜生啊，还指望我送肉孝敬你。大黄过来，这肉我给你吃了。凌晨4点，我就在老于太太的房间墙洞里点了胡万腾。大概过了5分钟后，我就在老于太太的枕头下找到了那枚子弹，换上一个自己刻的风字子弹头。第二天便到银行用大哥的身份证开了一个户，签了保管物品的单子。然后刚回到家门口，就看到家里被老于太太砸得乱七八糟。快叫陆成那个贱骨头出来，就他的身上我没有搜了。听见声音，我极快的把存折偷偷塞在旁边的草垛里。你个贱骨头，昨天是不是进过我屋里？老于太太，我怎么能进你屋？我是守夜人，您忘记了吗？我的荷包里有5块钱不见了，是不是你拿了？我自己有工资，1个月10块呢，会看上你的5块钱吗？老于太太其实都去他2个儿子家找遍了，但怎么找都没找到。见我这段时间的变化，他就怀疑到了我的头上，立马在我的身上搜了搜，但是什么都没有搜到。妈，有没有？没有。我的钱一定是叫这个贱骨头藏起来了。5块钱有什么用？也不至于抵上我的清白名声吧？老于太太，你把陆老大家打砸了，你得赔偿。让陆老二和陆老三赔他就是了。村长，我们马上回去拿东西来抵偿。我有些疑惑，明明放了一个一样的子弹头，为什么还是闹到自己家来了？这边余香兰气得回到了家中，陆老三也匆匆赶来。妈，你刚刚太失分寸了，是我一早把你的东西拿了，您看看你这是闹的，东西在这呢。你为何不说一声就拿走了？妈，我不是怕老二来争吗？不过妈，这下也好了，老二知道东西丢了，日后我认了新爸妈，我肯定接您过去享福的。那你过来，妈把你的后背纹一个与他们那一样的胎记。妈，您对我可真是太好了，我太爱您了，我这善良的老母亲啊。我的儿啊，你可是妈的心肝宝贝开心果啊，妈不疼你谁疼你呢？妈，这个是您让儿子去办，儿子保证办得妥妥的。行，这样你就去查查那个红色革命家是否还活着。不过那个省离咱们这远着呢，单是坐火车来回的费用就不少呢。妈，这样去我老婆的娘家借一点钱，你这里再凑一点，我路上吃点干粮得了，到时等我认好亲就回来接你们。好好好，我的宝贝儿子就是乖。原来昨天老于太太是故意不在陆老二面前说地址，就是为了私下里给老三说的。要不说当妈也有偏心的时候。这老不死的，要不是逼着他分家，他也不会把这个好事给我。因为我是村里守夜人，所以寻亲的事就得让大哥去。随后我便把这件事一五一十的告知大哥。难怪最近老于太太与陆老三天天在一起，好像特别小心的防着我们，原来是准备去认亲。所以大哥你要尾随三叔，不能让他发现你。放心，我懂。夜色微沉的时候，我又带着猎枪和工具上了山，很快就发现一群野猪又在拱了一户人的红薯苗。我马上对准了一头野猪开了一枪，野猪中弹叫了几下就没了动静。第二天我便扛来到了县城，又找到上次的兄弟。兄弟，你还按上次1块3毛1斤给我吧。不瞒你说，家里最近急用钱，我想你能加一点，我也爽快一点，咱们就长期合作如何？兄弟说话实在，这样我按1斤1块10毛3分给你咋样？肉贩子蔡清泉心里急死了，他上次的主顾是一家酒楼，那野猪肉进了酒楼里，卖的价格可是翻了好几番的。如果有1块6毛5分我就卖给你，不然我就只能另外给别人了。哎，别走啊，我同意1块6毛5。蔡清泉心里肉痛一下，但是这让我走了，他就少了很多收入了，毕竟这可是发大财的机会。这里429元整，你数数。行，合作愉快，那我走了。我知道这个价我还是亏了，但是眼下这个情况也不允许我在县城里满街的倒卖野猪，一旦让人查到了，那可是要被踩缝纫机的。随后我吃着大肉包子逛了起来，这一打听才知道整条街是民众自己组成的小黑子市场。哥哥，要鸡蛋吗？一个小小的姑娘仰起头萌萌的问，而她的口水都咽了好几下了，看样子也是苦命的孩子，跟妹妹三丫有一点像。你有多少鸡蛋？你真的需要鸡蛋吗？我真的想买。大哥哥，你跟我来，我的鸡蛋呀，都是家里母鸡下的，我一个一个收着，保管能孵小鸡，也能做成美味的鸡蛋羹。我跟着小女孩一路走到了一处拐角，那里有2个孩子在守着鸡蛋。妹妹，姐姐，啊，都别怕，这个是我找的客人，大哥哥，您看看，全在这里了。黑市危险，有坏人，你们下次有鸡蛋在这里画个鸡蛋图形，我来买，以后不许随便出来卖东西了。你们家大人呢？大哥哥，你是说以后我们有鸡蛋都可以卖给您吗？没错。谢谢大哥哥。快别这样，起来吧。妹，这么多鸡蛋得卖多少钱？大哥哥信得过我吗？信呀，不然为什么跟你来？大哥哥，我们这一篮子鸡蛋有37个，我们就按35个卖给您，您看可好？不必了，就按37个卖，多少钱一个？3分钱一个。好，这里是1块2毛钱，你接着，这篮子我下回还给你。大哥，
我没有1块钱了，这样咱们家大姐姐就可以吃药了。走，快回去。闻言，我提着鸡蛋悄无声息的跟在3个小孩子的后面，来到一处小院，看到他们3个进去。刚才问你们家大人呢，你们怎么不吭声？是不是家里大人生病了？不要你管，你别进来。大哥哥，您救救我们的大姐姐，她生病了。她在哪里？大姐姐在房间里。我走进去就看到一个年轻娇美的女孩子，双眼紧闭，嘴微微起皮，脸色苍白，一副生了大病的样子。我只是来趟黑市卖野猪肉，却撞上未来的媳妇病危，只是我俩现在还不认识。好烫，得赶紧去医院，否则有生命危险。不行，我们没有钱。傻小子，你跟着我，我有钱，我带你姐去看病，不然她会没命的。丫头，你在家看着你弟弟。大哥哥，你一定要救救我大姐。我把床上的姑娘抱起来，直接跑出去，很快就到了县里的医院，而大男孩子一直守在病床前，生怕一转身大姐姐就不见了。现在她生病，身体极虚弱，我去弄一点白粥汤喂她喝，要不要给你带一点吃的？大男还没有吭声，眼神防备的盯着我。放心，我不会要你钱，我也不是什么大善人，只是不救一下，估计这几个孩子都会没命。因为我前世就听说一条消息，县城有一个卖鸡蛋的小女孩子被个猥琐男尾随到家中，最后3个孩子和一个大姐姐都让人给糟蹋了。现在我算是一次救下4条人命了，但这时我还不放心，跟小摊贩的老板说了送2碗白粥到医院，就匆匆的回小女孩家里去。刚刚到了门口，就看到一个男人正在翻他们家的院墙。你竟然爬人家院墙，说你是第几次爬了？第1次，我就是听说这个小妞病了，想进去看看她。你是想进去欺负她吧？没有，我不敢的，大哥你放过我吧。这话你去跟公安说吧。随后我把他送到公安，那边以入室盗贼名义给他抓了。我庆幸我回来的早，要是晚回来一点，2个那么小的小孩，估计那个男人几巴掌就能打死的。谢谢大哥哥，你对我们真好。好了，别哭了，吃吧。有人在吗？你谁呀？大嫂，我是旁边这家人的亲戚，女孩生病住在医院里，家里有2个小的孩子，想麻烦您照顾一下。好，保管帮你照顾好这2个小的。大嫂怎么称呼？我叫叶艳珠。这个沈双几天不出门了，你是他对象吗？我听到对象2字时，心里微微愣了一下，但是没有否认，因为如果我不承认是沈双对象，那以后肯定有人会在背后说沈双让别人报了的事，这样沈双的名声就臭了。而且那个沈双长得娇滴滴的，真做对象也不亏吧。把2个小的安排好后，再次回到了医院。你怎么不吃白粥？等你。我吃过了，你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照顾你姐姐。谢谢你送我姐姐来医院，我后面可以给你做事，偿还这个医药费。你小子能帮我什么？我会割草，会放羊，我还会照顾小孩子。好，到时再说。我这是在哪？姐，你真的醒了，你在医院，是他送你来的，谢谢你。我这才看全沈双的样貌，竟有些让我看入了神。这时护士在一旁善意的提醒，他刚醒来，估计要接小手，你扶着你对象过去吧。我不急。其实他是很尿急的，但是让我扶他真的太难为情了，毕竟这是和我第1次见面。没事，我抱你到洗手间门口，我不进去。你这对象真不错，一直为你忙前忙后的。沈双满脸的问号，他生一场病怎么突然就多了一个对象？他内心是有点忐忑的。他没有钱住院，要是有钱就不会拖着。现在欠了他多少钱了？难道真的要以身相许才能完恩吗？你如果没事，我就先回家了，这里有5块钱，你拿着用。沈双一下子慌了，他真的没有想到一个男人竟然为他做到这样的地步，毕竟5块钱也不是小数目。你是哪里的？这钱我以后会还你的。我懂，你可以到蔡徐村找我，托别人捎话也行。我叫陆成。不是说农村人吃饭都难吗？这个男人这样大方，就自己也不要求回报。你把钱给我了，那你自己呢？你是县城的人，可能以为农村都是穷人，我只是觉得农村挣钱更容易，没别的意思。我走了，我得回村守夜。你竟然还是村里的守夜人？是的，明天见。姐，你要不要嫁给救你的陆成大哥？他可比那个整天说想娶你，但这些天却一直没有出现的蔡坤强太多了。沈双也知道那个蔡坤怕是不会再来了。蔡坤也是一名教师，一直在追求沈双。当得知沈双婚后要照顾2个弟和1个妹妹，蔡坤有些不情愿了，说3个孩子是他父母的讨债鬼，干脆送到福利院去。你对象走了啊？今天他送你来，药都喂不进去，要不是他以嘴毒药，你怕是小命都没了。他以嘴毒药？是啊，幸好及时，不然你都危险了。姐，你别怪我，我只想要姐活下来，我同意的。别提了。而这边的我也来到了山上，一边想着沈双对我的印象会是怎么样，一边在巡视。忽然察觉有一抹视线跟随我移动，我立马握紧了枪杆，瞄准山坡上一只野狼，它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身为王牌特种兵的我一枪过去，竟然打偏了，野狼吓得赶紧逃跑。随后我守了一夜的庄脚，无事发生。次日中午，我接着往县医院去看沈双。我不住院了，我得回家去工作了。你不是开玩笑吧？你最少还得输液2天半。我没钱了，不住了。接着住够2天半，医药费我来出。欠你太多了不好。那就以后慢慢玩，快吃饭。怎么是2份？你自己不吃吗？
我觉得面条很好吃，给你和小栓打了2份。你这样，我以后怎么还得清？我去给你打壶热水。沈霜感觉我8成就是看上他了。昨天夜里一直让他心里挺甜蜜的，因为护士说我是个会挣钱的，掏住院费的时候手里握着大几10块钱。小栓，你说这个陆程要比蔡坤强得多吗？姐，你想想那个蔡坤，每次来看你都是空手的，什么时候给我们吃过这样的面条？蔡坤那种不三不四的人，不配跟陆程大哥相提并论。要是姐姐嫁到蔡徐村里去，你们想跟着去吗？姐去哪，我们就去哪。好。今天查了住院费用，一起加起来都有30几块了，后面还要住2天半，欠他的钱怕是还不起了。现在只能嫁给他了，也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双儿，我已经交了住院费用了，明天我还会来看你的。不必住院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你听医生的，多住2天半，让身体好好缓缓劲。对了，你家里父母呢？我父母在我出生前就死了。对不起，我不应该问的。没关系，我就是心里难过而已。你也不必急着挣钱还给我，我不着急用钱。我只是一个小学的老师，1年工作也刚好养家糊口，欠你的钱只怕是还不清了。不如什么？你快说啊！不如我嫁给你，这样抵了这债，你看行吗？许你的话，我会给彩礼，这事不急，你先跟我处处看，如果不合适，我不勉强你。沈霜的眼泪再一次滑落，她暂时对我还没有感情，只是想着欠了我的钱得用一生去还了，没想到我竟说出这么善解人意的话。我还要养活我的2个弟弟和1个妹妹，你不担心他们成拖油瓶吗？不担心，他们还小事得养活，别哭了，一会护士以为我欺负你。姐，那个我想我妹妹和弟弟了，那你自己回去吗？我记得回家的路。我送他回去，要是走丢了，上哪里找去？那麻烦你了，成哥。叶大嫂，隔壁家的沈霜呢？蔡坤，你怎么来了？沈霜让他的对象抱走了，听说病得挺重的。他对象？他什么对象？我只是来趟黑市卖野猪肉，却意外救下一个病危的女孩。我打跑偷摸溜进他屋里的男人，谁知他醒来后却想着做我老婆。蔡坤，你看他们回来了，在那呢。你就是沈霜的对象？他是谁？大哥哥，他就是那个蔡坤。臭小子，你应该叫我蔡坤哥。沈霜害怕的下意识躲到我身后，我眼神透着一抹果决，而且带有杀气。蔡坤一瞬间就软了。你好，我是沈霜的同事，我叫蔡坤。你好，我是沈霜的对象陆程。听说沈霜病了，我来看看她。沈霜在医院，还有你来看病人就这空手来的吗？我的礼物在自行车上。小栓，去接过蔡坤哥的礼物，分给妹妹和弟弟一起吃。那我去医院看看沈霜可以吧？可以，不过他不喜欢空手的客人。我会带礼物的。是个臭娘们，老子才冷落了他几天，他就随便找了个屌丝当对象。陆程哥，你快去医院守着我姐，这个不三不四的蔡坤一直追求我姐。有一些事必须让你姐自己决定。蔡坤，我今天明确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霜儿，是不是因为我这几天不在？不是，我现在有对象了，请你不要来找我了。霜儿，我真的有事才离开了，不是不管你的。不需要你解释，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那个陆程就是个屌丝，没文化的农村人，我哪里比不上他了？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不准你侮辱他，你滚啊！霜儿，我会不轻易放弃你的。把你的香蕉拿走，我不要。霜儿，平时你不都是喜欢吃香蕉的吗？你留着自己吃吧，赶紧滚。沈霜没有正眼瞧蔡坤，他算是看清了蔡坤的心思，这明明就是自私自利的男人。时间转眼就过了2天半，今天是沈霜出院的时间。你接下来什么打算？还准备在县城教书吗？我想去你们村里教书，这样离你近一点。那万一以后你后悔了怎么办？你想我后悔吗？没有，我一定会努力的，不让你后悔跟了我。那我先回家收拾东西。对了，小栓、小香、小童，跟着姐姐去蔡徐村投奔那个陆程哥哥好不好？陆程哥哥对我们可好了，天天给我吃大葱饼，还有肉吃。沈霜，你真是好运气，这病一场，竟然找到个长期饭票。我自己有工作的，什么长期饭票？叶大嫂，我劝你嘴下记得。哎呦，莫怪我，我还替你照顾了几天你们家的小孩子呢。叶大嫂，谢谢你这几天照顾我妹和弟弟。哎嘞，好，这房子你不租了？不租了。几人坐在3轮车上回蔡徐村，一路上有说有笑。沈霜和几个小孩子似乎也找回了这人世间的温暖。2个半小时后就来到了蔡徐村。二哥，是我二哥。三亚，快叫霜姐姐。二嫂嫂，你好。我还不是二嫂嫂，我二哥天下无敌，顶天立地，你就嫁给我二哥吧。霜儿，童言无忌，你别在意，我没有天下无敌，只是顶天立地而已。我们直接上你那守夜人的屋子住，这东西就一次搬上去。行，东西我一个人拿上去，你们先跟三丫去家里。送完东西，我马上又抄小路回到家。这时，母亲郭秀秀拿1碗鸡蛋拿去煮，而老爹陆寻风在厨房里烧锅，那脸上的笑意就没有下去过。三丫和3个小孩在小院里玩，一会看野鸡，一会看野兔子。
这双姑娘长得真好看啊。是啊是啊，太好看了。真是傻老头，你激动个啥？我为儿子高兴呢，这姑娘跟你年轻时候一样漂亮。你这死鬼，真讨厌！你看这姑娘看咱们二成那眼神错不了，他们有戏。是啊是啊，我发现咱家二成好能干啊，真不愧是我的种。中午的面条里每个碗里都握着一个荷包蛋，还有白菜配葱花，一家人吃得非常的温馨。到晚上我们都回到了半山上，我也拿着猎枪准备出门开始今天的工作。大黄，我去守夜了，屋里都是女人孩子，他们的安全我就交给你了。你就安心的去吧，我会帮你好好照顾好小嫂子的。你这说的是人话吗？一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现在野猪变得特别狡猾。身为王牌特种兵的我追了一路，最后连影子都找不见。这时我看到前面有几头野山羊正在低头的吃着草，我偷偷摸了过去，猎枪瞄准，直接开了一枪。一头最肥的野山羊应声倒地，两只小小的山羊围在倒地的野山羊身边，咩咩的叫个不停。我扛起死掉的山羊，牵着两头小的回了家。你回来了，有我守护，一切都安好。小嫂子已经睡了。好，那谢谢你了。第二天我到县里倒卖山羊，足足赚了416块，接着买了一袋大米和白面粉，又买了整副的猪骨头。回来的时候入眼就是一副平静的小家，温馨模样，孩子们在喂着小羊。双儿，我回来了。你上午要睡觉，一会赶紧吃了去睡。好嘞，你脸上有锅灰。还有吗？没有了。双儿，这是我今天在街上买的。哇，蝴蝶发卡，陆程你真棒。小香，你大姐姐好温柔呀。你二哥也是真硬，我们都喜欢他。到了晚上，我发现陷阱里猎到了一头肥鹿，而且有一只雪白的狐狸在陷阱旁边躺着。狐狸感觉到有人靠近，就紧紧缩成一团。我心里一悬，不敢去碰白狐狸，把鹿扛了就跑。但是那只狐狸却是赖上我了，在后面一直跟着到了院里。我把鹿的内脏用大盆装好，试探性的割了一小碗放在白狐的身边。狐狸闻了下，立马吃了起来。我说山神老爷子，你老快回山里吧，我这养活一大家子人已经不容易了。小白狐没好气的白了我一眼，小爪子指向鹿肉方向，我读懂意思，顿时没了脾气。感情这傻狍子算是他的入伙费。大哥，你回来了，怎么样？我一路尾随，最后找到了我们亲爷奶的家里，果真是大户人家，但是他们都出远门了，接待的只是家里的佣人。我地窖醒悟后，就坐着火车回来了。没事，我们也不图人家的富贵，只是为父亲找回自己的家人。对了，哥，这是给你盖小房子娶老婆的钱。这么多钱全让你出了，我都不好意思的。我们亲兄弟，有我帮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大哥陆叶眼眶微红，这真的是雪中送炭。他知道那个姑娘对自己有点意思，不过对方的要求是嫁过来要和父母分开住。到了晚上，白狐狸就带我上山了，在一处凹山窝处，两头小野猪睡得跟死猪一样，我两只手直接抱起拿回家放进猪舍。村里的人得知我家里又养上小野猪了，很是羡慕，但又理智。而二叔陆寻望就是个愣货，他想自己上山试试能不能套到野猪。陆寻望在山的边沿上等了好久，也没有见到野猪的影子。到了傍晚，他正想回去，然而此时有一头独狼盯着他。陆程这个贱骨头真是邪门了，怎么他一上山，那猎物像是主动送上去给他打一样，真是他娘的见鬼了。我妹妹只是说了句我二哥天下无敌，城里姑娘立刻对我好感加倍，只因我是蔡徐村的守夜人，如果和我在一起，她每天都能吃上肉。然而恶毒二叔却对我心生嫉妒，作死跑到深山里也想狩猎野兔，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头恶狼盯上了。突然我出现在二叔陆寻望的面前，举着枪对准他，他立马吓得尿了裤子。陆程，你要做什么？你还年轻，千万不要走上犯罪的道路啊！以前的事都是二叔的错。哎呦。我对你没兴趣，但是这狼是我的。我从二叔的面前走过，直接把3步距离的野狼又补了一刀。野狼凉得透透的，见状陆寻望尴尬极了。我以为你要把二叔嘎了。这里有血腥气，你再不走一会，应该还有狼会来。二成，你这猎得的野狼也算是咱们村里的，这野狼你能给二叔几斤肉吧？要不是我救了你，你现在估计是野狼的晚餐了。没有我你也猎不到这么大的野狼啊，对不对？你分我几斤的肉，我也不会对别人说起。我一阵无语，要不是怕这人死在山上影响自己打猎的心情，刚才就应该让被野狼一口咬死。随后我把野狼送到了村长陈伯的小院里。陈伯，这野狼刚刚差一点咬死我二叔，我用猎枪把他打死了，这肉您看怎么分？陆寻望，你好好写一份检讨书上来，否则这野狼肉你们家就别吃了。老三，幸好你会写字，不然这野狼肉咱们家是吃不到了。老于太太这时候还在惦记着这野狼肉吗？不是应该想想他的二儿子为什么上山去打猎吗？他就不担心他白发人送黑发人吗？估计这个老于太太对老二也不喜欢。你说陆程那贱骨头多傻啊，那么大的野狼他就不会私下跟我们分了，为什么要交给村长啊？陆程是守夜人，他猎的猎物都是咱们村里的，怎么能私下分呢？怎么不能？他要是在山上等到入夜了再找机会扛野狼下山，那肉我们可以得到1半多。真不愧是我善良又机智的老母亲啊！妈，你太足智多谋了，真的就怪陆程那贱骨头太蠢了。那可不，这老不死的真是脑回路清晰。
入夜的时候，我又带着狐狸爷进了山里，他很快就根据气味带我找到了一个野鸡窝，直接活抓住一对野鸡。狐狸爷继续在土里刨了几下，地里很快露出个木箱，我撬开后发现里面竟然有几把枪和一堆的子弹，我激动坏了，这一箱的宝贝足够让我在深山里横着走。陆程，你好棒棒哦！这2只野鸡是昨晚猎得的吧？是啊，你就放心吧，我可是我们菜徐村最能干的。陆程，你真棒！到中午的时候，我来到山上就用枪打到一只肥兔子。此时传来猛兽声音，是一头极大的野猪，看这体格足足有400斤左右。一人一猪对视了一眼，我赶紧的瞅准一棵大树爬了上去。这头野猪应该是那2头小猪的母亲。就在此时，10几头狼围在了野猪周围，野猪看到狼群也是吼吼的叫，随后对着狼群一个猛撞突围，野狼也随之追了上去。遇上10几头野狼，只怕这野猪很难存活。我悄悄地从树上落下来，突然一头野狼从侧位扑了过来，我反应极快的就地一滚，同时瞄准开枪，野狼瞬间倒下，然后我又快速的上了树。我知道刚刚的狼群肯定有狼返回，不一会果然有3头狼回来，我把枪对准其中的一头野狼，瞬间又是一头野狼倒地，另2头野狼害怕的掉头逃跑。我马上对准离开的野狼连开2枪，2只野狼倒地抽搐。到天微亮的时候，我在家门口坐着，突然发现那野猪竟然还活着，看样子只受了一些伤。这时野猪猪圈里2只小猪也激动的吼吼叫起来，我立马把猪舍打开，大野猪就进了猪舍里。这可是引进来400斤的野猪啊，要发财了。随后我准备入睡，突然听到外面有一阵脚步声。这时沈双刚刚起床，准备打开房门，我马上从床上弹了起来，拦住沈双。沈双，别开门！陆程，你要干嘛？我还没准备好。我不是那个意思。怎么了？外面有狼，你在家看好孩子。2个人都往门的缝中望向外面，只见外面围着10头左右的野狼。沈双吓得汗毛直立，你快叫孩子们躲起来，这里交给我。好，我马上去。随后我来到窗口，拿着枪对准狼王就是一枪，狼王瞬间倒地，其他野狼吓坏了，纷纷逃跑散去。听到枪声，村长等人在村口也是很着急，但也不敢上山营救我。也不知道陆程他们一家人还活着没？我们再等等，要是他死了，那只能说他自己能力不行。住口！你咒他死吗？你真是个畜生！亏你还是他二叔。哎呀，是狼！你们别怕，这狼死透了。你的家人都没事吧？谢村长，他们都没事。你这孩子真是吃着晚饭的人。二成，你如果想以后能合法持枪，就得上县城去报个守夜人的名，由县里分发子弹。好的，那我明天去报名。次日一早，我来到县城，先去递交了守夜人的申请，然后给沈双他们买了围巾和帽子。回家的路上突然下起了暴雪，在深山里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此时沈双在屋子里看着窗外，眼神里都是担心。这大雪天，不知道成哥到哪了。大姐姐，下这么大的雪，成哥还没回来，不会有事吧？没事的，你们就放心吧，我二哥天下无敌。这时院里的门咚咚咚的响，妹妹三丫马上跑了出去，打开门，门外站着的却是自己的老妈和大哥。母亲得知我还没回来后，直接急哭了。老大，你快去接一下二成，我的二成啊！我这就去。老大，你也小心点。我会小心的。虽然雪下得很大，但这种环境对于我一个王牌特种兵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毕竟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弱者才会怨天尤人。二成，是你吗？我还以为你死了。大哥，你怎么来了？我们在家都很担心你死了，所以就出来找你。我没事，我们回家吧。在天黑之前，我们终于回到了家。母亲和沈双已经做好了晚饭等我们，一家人都围在了桌前吃饭，一幕温馨模样。咱们家以前没有这些吃的，都是我天下无敌的二哥打猎以后才改变的。妈，大哥，雪下太大了，你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挤挤就好了。婶子，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就跟我睡一个屋吧。那行，那我们就和你们住一晚。Nice。夜里我出来解小手，正好这时沈双也出来解小手，两人对视一眼，他看见我有点害羞。你在干什么？还是你有什么事要找我？我想问你，灯油你放哪里了？我屋里那边也要加一点。好，那你等着。明明今天早上我才给他加满了灯油，现在就说没有了，他不会是想让我去他房间吧？我只是进城卖点野猪肉，却拐回一个城里女孩。晚上我只是不经意间说了句屋里没灯油了，没想到半夜她竟跑到我房间来。灯油还有很多呀。那你要不要在我房间里看一会书？好。她很快就挑了一本书，接着就钻进去我被窝，但是我无动于衷，依然看着书，这也让她对自己的魅力产生了怀疑。其实我也不是不想和她进一步发展，只是因为前世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有碰过，就被老于太太设计车祸害死了，所以我此时很紧张，不知如何下手。这个臭路程，我这么大一个姑娘在你房间，你竟然还有心思看书？我只是刚才在外面做了点手工，被他发现，为了掩饰尴尬才说灯油没了，他怎么就直接跑我床上去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啊？喂，你书拿反了。不好意思啊。就这样两个人都尴尬住了。
随后又互相假装看书。沈双偷偷看着我的侧脸，只觉得我很俊很帅，我也偷偷望着沈双，也觉得他很美。成哥，我们这样没结婚就住在一个小院里，只怕以后会让人说闲话的。那我发个信息跟村长说，明天打个结婚报告出来。哎，你换新 iPhone 了？那多贵啊！现在上转转买二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4只花了3300，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爽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二手上转转就对了。就这样结婚，不摆摆酒宴吗？要摆的。双，你真的愿意嫁给我吗？我人都住你家了，还能反悔不成？我不让你反悔。沈双的小脸由激动到了打动，眼睛微微的红晕。双，我们改天，今天家里人最多，不合适。我想在你房里睡。那好，你睡床上，我打地铺。透露成，真是傻瓜。随后两人各自躺着，我一夜未眠，靠意志力熬到了天亮。第二天，沈双以为自己是第一个醒来的，没想到母亲郭秀秀已经在厨房蒸上了包子。婶婶，您刚才没去陆城房间吧？没有啊，我直接到了厨房。沈双觉得这未来的婆子能处，昨晚我没有碰她，这让沈双对自己的魅力也微微的担心。而且她前天去村里买鸡蛋的时候听了一个闲话，村里有一个姑娘一直喜欢我，叫李二菊，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一直吵吵着要嫁给我。二成，这个结婚报告我给你写好了，等雪停了你自己拿到县城去盖章就可以了。好的，多谢陈伯。妈，我二成哥呢？傻二菊，你还二成哥呢？他现在家里住着一个嫩芽似的县城女人，叫沈双的，还是咱在徐村的老师，你可就没机会了。什么意思？我不是才离开家没多久，怎么二成哥会领了一个女人回来？我跟你说，傻二菊，不单单是一个沈双，还有沈双的2个弟弟和1个妹妹呢。什么？二成不会是不要我了吧？我去找二成哥。耶，你这丫头！李二菊的妈乐意让女儿去争取一下，她家女儿可是很有手段的，就算是骂街，那沈双肯定不是李二菊的对手。开门，快开门！谁啊？李二菊入眼看到一个长得比她还娇嫩，比她还腰细，不得了了，就是样样比她好。沈双也看出来了，这个8成就是那个李二菊了。你是谁啊？我是二成哥的未来妻子，你是什么玩意？哦，你就是那个李二菊吧？哟，看来是知道我啊。识趣的话，乖乖的把你的东西和你的弟弟妹妹都带走。我与成哥已经在村长那里登记结婚了，你这个所谓的未来妻子，怕是你自己一厢情愿吧？笑死！你们登记了，这怎么可能？我的二成哥哥呢？我要见他当面问问。他进山里抓野鸡，给我煮汤喝。我不信，大成哥哥喜欢的人是我，肯定你这个贱人自己钻进陆成哥被我勾引他的。一个成哥没放心上的姑娘，自己一腔热情的来说是他未来的妻子，真是不要脸。就算你跟二成哥扯了证，但是二成哥心里肯定有我的，你跟我二成哥也可以离婚的。李二菊，我劝你回去好好照照镜子。你个恶毒的女人，长得细腰肤白的样子，是不是在县城被人玩烂了，嫁不出去才跑来我们蔡徐村祸害我老实的陆成哥？沈双虽然一开始只是看中我人老实、顶天立地、会养家，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他对我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情感。你这个3八，你竟然泼我洗脚水，我要打死你！你给我等着！双，你怎么了？我看你脸色不对。我是生气了。下午的时候，你那个老相好李二菊过来了，我泼了他一身洗脚水，洗洗他的臭嘴。李二菊，大雪都封山了，他还回得来啊？你就不问问他都说了些什么吗？那他说什么？你跟我说说。他说你是他未婚妻，还说我是破鞋。我不单单泼他洗脚水，我还想泼他猪尿呢。你比我还狠。她只是一个从小跟在我屁股后面玩的小丫头，村里面的人都说让我长大娶她当媳妇，我只是当她是个妹妹，没想到她这么坏。你对李二菊没有那个意思吗？我没有，对她我都避之不及。这还差不多。你别这样，孩子们都在呢。沈双真的不敢跟我搞这种亲密接触了。上次在我床上睡一夜，结果醒来第2天流了1天的水，这就是对自己喜欢的人自然的生理表现。二成，大事不好了！老于太太又来找咱爸麻烦了。大哥，发生了什么？你快先跟我下山，我路上跟你说。二成，是这样的，老于太太让咱爸每个月给他付2块钱的生活费。这个恶毒的老于太太，她凭什么？我去给她一点颜色看看。二成，等下你小心点，别被她讹上了。你放心。陆老大，老太婆我为了养活你长大，我自己都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到老了让你每个月给我2块钱生活费你都不给，我真是养活了个白眼狼啊！你个老东西，处处打压我们家，你有3个儿子，凭什么只让我们家出2块钱的伙食费？要出一起出，别净欺负老实人。老于太太，
二成说的不错，要出生活费，3个儿子一起出才对。此时的村里吃瓜群众们也忍不住了，都纷纷谴责老于太太。老于太太简直要气死。二成哥哥，你别生气了，咱们好好说。你一边玩泥巴去。真是没天理了！我是你奶奶，你个贱骨头竟然敢骂我！老于太太，二成还只是骂了你一句，要是我直接上手打你了。原来老于太太今天一早突然发现自己起不了床，最后缓了好久才起得来。以前还没分家，母亲郭秀秀都会给她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现在呢，老二老三家自己吃饱了都不管她。现在不单单要3兄弟都一家拿出10斤的粮食给我，还得让郭秀秀这个大儿媳每天做好饭端到我床前给我吃。老于太太，你是不是没睡醒？竟然说出这么无脑的要求！妈，凭什么要做饭也不能只让我做啊？你是大嫂，你得给咱妈妈做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你没听说过老大养老吗？老于一脸心虚样子，他自己大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然而老实的大儿子自己却不知道。陆老大，你给这个事当个家，别让陆成这个贱骨头在这里吵吵。爸，你别说话，这个事这个家，我要怎么样就是怎样的，我是守夜人。陆成，你这个贱骨头要干嘛？我可是你亲奶奶，救命啊！陆成这个贱骨头要打自己的亲生奶奶了，还好意思说亲奶奶，明明不是。我警告你不要乱说话啊！婶子，麻烦你把你知道的事跟大家伙说说。老太太养大了3个儿子，可却无一人想给她养老，只因她偏心老二老三家。然而等她下不了床的时候，2个孝子只想分家产。这时她才想起曾经被她虐待的老大一家，结果老大一家根本不理她。大家伙，也不是我自己说的，是我那婆婆妈说的。那个陆寻风可是军属的儿子。刘婶子，你确定吗？刘兰香，你个贱货！我再次警告你不要胡说啊！陆寻风就是我亲生的，我亲生的。陆寻风就是那个经属护仁和的儿子，我一直记得他的名字。你们家不必给老于太太养老，他自己有儿子，你们没有欠他的。相反，他名下的许多的土地都是拿你爷爷的钱买的。老于太太简直感觉到天要塌了，她准备让陆寻风养活他的计划没有成功，结果还把陆寻风的身世给抖了出去。你这贱货，我要打死你！贱骨头，你要干嘛？救命啊！陆成这贱骨头要打自己亲奶奶了！都住手！陈伯，你给老太婆我做主，让他们伺候我半个月。刚才的事我也知道了，反正陆寻风一家没有什么义务给你养老，该给你养老的是你这2个亲生儿子。妈，您别指望我，我家都是我老婆做饭的，我只会吃饭。妈，我都是听我老婆的，你也指望不上我的。新风，你就让你老婆每天做饭给我端来吧，就当报答我从小把你养大的恩情吧。你的2个儿子才是你的依靠，我们一家这么多年给你当牛做马已经还清了。不求你们了，我自己做饭吃喝。随着老于太太不甘的离去，这场闹剧才算是结束，村民也纷纷散去。这时村长叫住了我。二成，明年开春了，你可能肩负生产队护卫队长的职责。护卫队长，那我可不可以自卫杀死那些亡命之徒？可以，我是为了你方便持枪解决那山里的亡命之徒。7年前我的一个妹妹就是在山下种地被山里歹徒掳走失踪了，现在上面说有5个越狱出来的亡命徒到我们这方向来了。陈伯，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守护着村里的村民们的。要是能找回我的那个妹子就好了，可是7年了，只怕人都让他们糟蹋死了。想着这些，我双拳握紧。回去半山腰的路上，感觉到今天的山林异常的安静，有点不对劲。进到小院，我立马找到沈双。双，你快带着孩子们下地窖去，我有要紧的事要处理。陆成，发生了什么？有亡命之徒盯上我们了。好，我马上就带孩子们下去。随后我悄悄地跑到外面守株待兔。2分半后，隐隐看见外面有5道人影在靠近院子。大哥，我侦探过，他们现在全在这里。这里的几个妮子，老子要一个一个的玩。大哥，我可听说这个守夜人的家里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县城女老师。哦，那等下我给你第2个上。大哥，我有洁癖，能不能给我第1个先上？小兔崽子！我原来只是打算把你们几个打废送到派出所去，但你们居然打算玩我的女人，真是找死！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王牌特种兵。乖乖，这傻逼守夜人有点东西啊，竟然在这样野住。大哥，感觉这个守夜人有点东西，我们小心一点。怕什么？他一个人而已，1颗子弹就解决了。老二正好瞅了一眼后山，突然发现了山上的我，他正想说话，我直接扣动了扳机，一枪下去，瘦子立马倒在地上。你们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没。大哥，咱们遇到高手了，快进去屋里抓住银子。剩下的2个小弟快速的要破门，
但是刚到门口就直直的倒下。只见他们的背上都有一个血洞，最后剩下老大哥了。只见他朝我刚刚的位置打了一个空枪。这人有一点东西，但不多。过了2分半后，我才去检查他们的死亡情况，发现他们都凉得透透的，这才安心下来。陆成，你吓死我了！观众都说你废物，我好担心你被歹徒打死。二哥，观众都说你打猎不行，打人倒是挺准的。第二天一早，县城的公安来到村里，表扬了我的勇猛，并且当场授权我成为村里的安全护卫队长，1个月从警局可以领到18元的津贴。随后警员召集村民开了会，说歹徒是狼火团的人，他们还有其他同伙，让大家对此事保密，避免同伙来报复。这个贱骨头日子是越过越好了，你们2个废物就甘心一辈子让他给压着吗？反正不干又能怎么样？又不能将他给弄死。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何必跟我们2个转弯带拐角的？我是想把陆成杀死了那5个人的消息透露出去，不管是不是狼火团的人，只要说陆成坏话，说他放眼，白大多的山里是他陆成一个人的天下。妈，你的意思是咱们白大多的山里还有人？呵，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只有狼火团5个人？那深山里可是藏着不少人的。这个事咱们不能自己去做，得找几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去说。还是我的老三有头脑，这样明天我去榨一点麻叶拿回来，你让你的孩子在一些村里孩子面前说，老三你再编几句好上口的歌谣，让孩子们唱。没问题，这事就这样干了。第二天便有小孩在唱起歌谣，唱什么2成2成你真成，狼火团的是5重，要说谁是山中守护人，除暴安良必是2成哥。这个歌谣是谁教你们的？2成哥，别打我，我不知道。小兔崽子，让你去外面唱歌谣的，你为什么回来了？二叔，原来真是你们在背后搞的鬼。什么搞鬼？我是你二叔，这歌谣是传送你的丰功伟绩。陆成，你要干什么？我可是你二叔，你要大义灭亲吗？说是什么人编的歌谣？要是不说，我就用枪打断你的第3条腿。别，是陆巡言编的歌谣。不久后，村长又派人找遍了全村，却不见老于太太和陆巡言一家人。此时陆巡望脸色中带着一抹坏笑。你是他们用来拖住我们的吧？他们进山几天了？我不知道。哎呀，别杀我，他们进山6天了。其实老三带着一家人和老于太太早就坐火车离开了，趁机假冒老爹的身份去认亲，让老二留下了拖住我。等认亲成功，就把城里的房子分一些给老二，但是一定要老二咬住说他们去了山里，只要引起我与山里的山恶人们起了冲突，那我这小命就保不住了。而村里的人最多就是让山里的恶人骂几句，再搜刮一点东西就完事了。完了，要是山里的恶人都出来报复，我们村怕要有灭顶之灾。这老于太太和老三也太没人性了，把我留在村里就不说了，就一点都不担心我被陆成打死吗？很快山上来了几个穷凶极恶的人，他们都身穿着猛兽皮，一脸的阴狠。村汉们看到这些恶徒，个个心里都有点慌了，但谁也不敢退缩，因为村里就是他们的父母妻儿。几个色中狂魔的土匪欲对我未婚妻行不轨之事，我凭借着前世王牌特种兵的身手轻松解决了他们。谁知第2天土匪的同伙们便上门来，并放言要灭了我们蔡徐村，连一只鸡都不放过。哎呦，你们蔡徐村的刁民真是反了天了，都给爷跪着出来受死！老大你怎么了？老大你怎么躺下了？老大你可千万不能死啊！他娘的竟然有狙击手，快开枪！没等他说完话，就一个子弹穿过他的胸膛，紧接着1个、2个、3个，仅仅2分半内，我就一个人就狙杀了5个土匪。叔叔也在此时赶来。领导，这些都是狼火团的成员，死在他们手里的妇女儿童估计有几10个了。他们就应该死。陆成，你又协助我们办了一件大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对了，领导，我有件事要跟您说。你说。我马上便和领导说明了，是老于太太一家人故意透露我杀了狼火团的5人，这才让山里的狼火团出来寻仇。此时的陆巡望怎么也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牢狱之灾。领导，我冤枉啊！都是老于太太那老不死的和陆巡言那个畜生指使的，我是无辜的。哼，是不是冤枉的？先跟我们走回去接受大记忆恢复术就知道了。不要啊，老婆你救救我！哎呀，陆成，二叔知道错了，你放过我吧。陈宝，我的男人什么时候才能坐完牢回来啊？看他这样子，没个几年肯定是回不了的。郑慧在家里哭了2天后想通了，心想与其自己受苦受累的养活2个孩子，还不如找个汉子依靠。而且村委那边有一户人是独户，那老光棍还天天吃鸡蛋。不久后，他就到了那个光棍罗山民的家门外。罗大哥，你在家吗？你有事吗？我是陆巡望的妻子，我今天想来给你量身做一做衣裳。我没有老婆，不用做衣服。哎呀，我家男人不争气，让派出所给抓走了，爹好几年才能回来，这不料我不想放坏了，今天是特别来给山民哥做几套衣裳。罗大哥，你看行吗？行，那你一定要给我量身4收。
罗大哥你就放心吧，我技术好着嘞。两人马上火急火燎地走进屋里，2分半后郑慧心满意足地出来了，手上还提着一篮鸡蛋。而此时我正巧从山上下来，看见这一幕。所以这罗山明还是被郑慧给拿下了吗？这罗山明真是饿了。双，你睡了没？没呢，怎么了？你有事吗？穿成这样这多冷，快进屋里去盖被子。你想跟我被子里聊天吗？可以吗？可以啊，我们都在村长那里登记结婚报告了。随后我和沈双盖着被子聊天谈心，到夜色朦胧的时候，我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但硬是睡不着。次日一早，我一身疲惫的在烤火。成哥，昨晚我睡着，你没对我做什么吧？没有，我忍住了。哦，那可能是我昨晚尿床了。二成，求求你救救陈伯吧。张婶，陈伯怎么了？陈伯下午听人说山里有个长得像他妹妹的人，然后就独自进山里去寻了。不好，这个冬天是老虎发情的时候。那怎么办啊？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我现在就进山里寻找村长，你先回家去。成哥，你注意安全，一定要安全回来，我不能没有你。放心吧，不得吃之前我是不会死的。我走了，你在家照顾好自己。说完，我拿起枪，带了许多子弹往山里赶。很快就看见老虎把村长和一个女人逼到了一处绝壁上，我瞄准老虎，一枪打中老虎的身上，第二枪直接射中老虎的头，顿时老虎倒在地上抽搐。百香，老虎死了，是不是二成来了？哇！村长，你们没事吧？二成，你这打了老虎，真是成为打虎英雄了。哪里的话，要不是你们在这里吸引老虎的注意力，我估计够呛。回到半山腰后，我把老虎放在自己的院子里。沈双看见老虎就被吓了一个激灵。真的是老虎啊！天啊，你不要命了？老虎你也敢打？我不打老虎，老虎就要吃掉村长和村长的妹妹了。二成，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百香姑姑好。才几年不见，你就这么大了。是啊，它好大。村长，这老虎等我卖了好价钱了，我会分点钱给你，这样你可以给百香姑姑找个老实人嫁了。现在哪个老实人愿意娶百香啊？她又能吃，又在土匪窝里待了5年。大哥，我还是黄花大姑娘，我在山里躲了5年。你怎么做到不让土匪抓住的？我一直躲在山里生活，就是怕土匪会在出山路口上等我，直到前不久土匪窝里好久没有人回去，我这才敢出来。这样就说得通了，前不久就是我把土匪打掉的，你能一个人在山里待了5年，真不容易。那个二成，我们先回去了。哥，刚才你们说让我找个老实人嫁了，我看刚刚那个小伙就很老实，我能不能嫁给他？不行，人家结婚了的，你别打他主意。我就问问，没别的意思。即便得知我有未婚妻了，但陈百香心里还是很激动。此时他的心里都是我。好不容易回到了亲哥村长家，但是半夜的时候听到亲哥与嫂子张桂梅的对话。你说让我们养活他，他一个人不会生活吗？你不懂，百香是我的三妹，我养活她一辈子我都愿意的。他在山里生活那么多年了，还那么能吃，你养活他，你的家不要了吗？这样吧，你看看你娘家有没有年纪相当的老实人，给百香说一下，让她早一点嫁人。你也别觉得愧疚，光你今天不顾危险上山寻他，这恩情够他记一辈子的了。我没让他记我恩情，我就是想要我三妹活下去。而这些话被陈百香听得一清二楚，他这时才明白，大哥家里他也不能久住了，于是就上了半山腰。清晨天亮时，我打开了小院的门，门口忽然掉进来一个圆圆的人。是谁？二成，是我。百香小姐姐，你这是怎么了？我家大嫂嫌弃我吃得多，说养活不了我，要给我找个老实人嫁了，我不愿意。那你这是准备跟我一样当猎人吗？我当不了猎人，我经常是吃生肉的，动物们对我很敏感。那你先跟着我妈学一学做针线，或许你会喜欢的。好啊，这个我擅长，我以前绣过花的。随后我带着陈百香来到母亲家里，母亲郭秀秀听完陈百香的故事，眼泪都流了下来。次日一早，我就去往县城蔡清泉家里，给他带了上百斤的老虎肉，把他可激动坏了。这个时候老虎暂时还没有列为保护动物，100斤虎肉卖了550块钱。随后蔡清泉带来了2个人高马大的汉子。你们有什么事？小吉巴，你跟他说吧。你好，我叫小吉巴，港城来的。是这样的，我们想跟你订一头活老虎，你需要什么工具我都可以提供，我们一口价5000块。你好，小吉巴，5000太少了，你们找其他人吧。哥，我出6000，你看行不行呢？那肯定行啊。到了傍晚，我拿着工具独自上了山，很快就看见老虎此时正在啃食一只刚抓到的傻狍子。